国哥，我们上一次呢，我们已经有学我们前场的压球了。那在全场压球的时候，因为很多的球3/4的场地都要用正手去打，那我们这个绕头区正手打，这个发力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。好的，你有信心学会吗？我很期待。你很期待？对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你的正手的情况，我们来调整。你现在在打前场球的时候，有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吗？发力点好像没有很正确的击到球，虽然有打到球，但是回过去的球速没有逼出来的那个感觉，好像是我的手腕或者是我击球的方式还没有抓到那个要领。你再跟我指点指点，应该要怎样抓住要领？有几个要特别注意的。好 ，OK， 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球的概念是什么。在打这个绕头的球的时候，大家很喜欢用前臂的力量，像这样子压。那你这样前臂的力量去打这个球，其实你打的根本不是绕头啊，因为你的球是在你的身体的前方，这其实是属于推的力量。那我们要怎么样把球移到头顶跟头的左侧这个位置去击球呢？那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打这边的球？你现在打，发生什么情况？你会打到你自己的头或你的脖子嘛？所以球出现在这里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处理？很简单嘛，你蹲下去不就打到了吗？蹲下去，那是不是你就打到你的左侧左肩这个球了呢？好，这就是它的诀窍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大家在打这个球的时候呢，他在做这个轴带动，他的力量会比前臂打有力。好的，在做轴带动的时候，大家喜欢把力量集中在太过前面，好，那它的力量反而会不充足。所以我们在打这个力量的时候，你要想象成那个力量是在身体的前面一点点就好，好，身体的头的上方。好，前面一点点就好，而不是完完全全的出去。好，那这个完全出去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发力的，应该是如果是打直线是这样子，如果是打对角呢，是把拍面朝向对角，像这样就去对角。你们在做的动作就是会像这样，很强调要向前。那这个情况下你是没办法把力量打出来的。你是不是这个情况啊？是的，所以我才觉得有点绕头的都打的球都软趴趴的。那我相信你听完刚刚这个原理的时候，你等一下打起来会完全不一样。好 ，OK， 我们的球点退后一点，是不是比较有力量？是。对，你有感觉到吗？就是你的球点只要把它稍微拉回来一点，它反而比较能够吃到你的力量，吃到球拍的对正的力量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是，如果没有办法才去做弯腰，如果身体能够直，就尽量是直的状态去保护你的腰，不要去弯。好，这样子 ，OK。第三个，这个会比较难调整，是你的习惯是先摇臂。所以你会要发力的时候呢，你突然间才拉打，你的节奏上，所以你会有点来不及。所以应该是他打到球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举拍，然后球来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打，你在打的时候你是一直动小臂，而且你会在球很靠近你的时候呢，才去做提小臂的动作。对，我们是收肘，那你会有点是提小臂，小臂往后的动作。你把想法改成是球拍在旁边退轴、进轴，不要是用小臂发力这样。好，试试看。这球好球，这球好球，好，然后不要握太紧。还可以哦。有那个感觉，球速好像感觉更快一点点。也比较顺一点点。你现在试着把食指打开来，把食指打开来，像这样子。因为我这样子的话会变得是做球拍的杠杆，完全没办法做小臂的握力发力。食指放开。对啊。教练，待会我把球拍甩出去怎么办？我看我可能要示范一下。
有没有很生气？有，但我还没有那么出神入化哦。对，就是用进退轴，然后结合拇指当支点就可以了。我试试。对，对，小臂不要出力哦，拇指受力在拇指。那效果感觉起来差好多哦，就是自己击到球，会有感觉到明显的是完全击到球，而且很轻松，觉得快了一点点。今天上课前你跟我说你学不会，其实是学得会的，因为它不是力量，它也不是要很猛的这个肌群，是技巧。技巧。所以它其实是不用出力，你都是拍管的力量，拇指当支点，然后进轴退轴，然后把 timing 抓准，球的速度就会出来。各位观众，所以球点在前面，不是永远都是正确的哦。我示范一下。好，我们在打的时候呢，我不会先强调力量，然后再来我不会强调一定要向下打，对，我们就向前打就可以了。球速没有的话，我会比较难借力，所以我就往前站。但一般来说，如果对方球速快的话，你根本就借他的力量打回去就好。那我再示范一下刚刚四指全部打开的状况。我平常的时候，我就是四指打开打。那当他的球比较慢、比较低的时候，我才会放下来做前臂推的动作。这个前臂推是运用在这种球的情况，其他球的时候不要去使用，你的球的威力会比较好。注意一下，你的拍头会一直想要回来，你是想要把拍头用点的嘛，然后把拍头回来。这个时候你的中指会是支点，然后你的前臂的力量会用的特别多，因为你是想要抓回来嘛。那我们其实如果你用拇指当支点，你是出去以后你放松，它其实会自动弹回，这样你的小臂会没有负担。你的球拍是斜的，你试试看这样子斜的拇指当支点，像这样。所以我只要手打开它就回来了，手打开就回来了，并不需要抽你的小臂或手腕。打完打开放松，好多咯。好，没关系，小力一点，不要硬点，球靠近你再挥。对，球靠近你的头上方再挥。哦，这球也可以，这球也不错。接下来自己再练个3个月就会了。OK。今天打起来觉得怎么样啊？哦，原本我在打的时候呢，以前我打都会变成会害怕这个动作，因为我过多于使用了小臂的力量，所以觉得非常的不舒服。但是在经由您的矫正跟指导之后呢，知道是这样子的方式，不会运用到小臂。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什么样原因，可能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会有这一个迷失或盲点。那您可以跟大家再讲的更仔细一点，为什么之前都会有这样子的不舒服？那您跟我们再分享一下，谢谢。基本上小臂痛的话，就是你的小臂使用的太多，因为可能在你的高远球的时候你也用小臂，还有我们在反拍防守的时候也是小臂太多。那今天就这个前场压球的动作来讲，你的小臂使用太多，的原因是因为你用的是小臂的力量前压，可能带点握力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把你调整成说，我们的手肘是放在侧面，然后用轴退轴进轴的动作，去加快我的手腕的动作。你有看到吗？我的这边轴在动的时候，有，我的手腕是跟着在动的，手腕本身是处于一个放松的状态。那我现在把轴的速度稍微加快一点，好像这样子一个动作，我们的退轴进轴才是把手腕本身的速度发得更快的关键。手腕本身去点，或是去压，或是扣，其实它不是很有力量。所以说，当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我的击球点要比较的贴近你的身体。对，如果太前面的时候，反而会没办法去把那个力量完整的点出来，变得你太前面的时候，你变得小臂要先出去。
对，那就会用不到我们讲的这个轴的散那润发力。所以相对击球点不要太前面，就因为如果太前面也会变成会产生让自己小臂会有用力，因为太前面了，所以会讲要伸直小臂。第二个就是说把点移在这一个位置之后呢，就像您所说的。进轴退轴，这样子才是最快的击到球，而且球鞭打出去的速度才是最快的。差不多。我觉得如果球太低啦，如果球太低，我们还是得，就是这种球是来打头顶的球。头顶的球，然后当你蹲下来的时候呢，所有的球都变头顶的球了。是对。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蹲的时候，人家球太平的时候，球拍放下来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是用前臂去推这个球。懂？对，懂意思。然后我们又拯救了一个小臂拯救者。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或是留言给我们一点鼓励哦。我们会制作更多类似的影片给你看，还有更多细节影片也会在会员频道，你们可以去那边挖宝哦。